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心到张幼霞落马之后有非常多的后续，而且谣言满天在传。现在说呢，全军已经晋升72小时了，怎么回事？先来看到，包括了张幼霞，还有这位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传出遭到立案做调查之后，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消息满天飞，很多都是没有证实的消息，但是传言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来看到几个关键的传言，有一个说法是说，张幼霞这件事情的调查已经官宣了超过了72小时，但是为什么呢？现在在全中国之内，没有任何一个战区或者是兵种有公开对他来发声支持，表示说大家对于这件事件，难道还是持续的在做观望跟在摇摆当中吗？也有留言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呢，在第82集团军调动精锐特战部队之下，在北京的周边已经发动了闪电营救，成功的将张幼霞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点去了。各种的小道消息，甚至有说呢，这个拥护张幼霞的部队现在正在集结起来，并且准备做反击。兵变的剧本到底有可能发生吗？依照过去解放军的经验，还有他们的制度来看，后续张幼霞跟这个刘振立的调查跟惩处可能会怎么展开？舰长怎么看？首先，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因为你们应该了解习近平的个性是什么样子。习近平啊，你了解他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是大概人类历史上啊打贪呐打得最严重、最认真的一个人。他不是今天才打贪哦，你去查他当初在1988年的时候，38年前，他才刚出任官员没多久，还在年轻人，他在宁德市的市委书记，因为打贪受贿，他抓了他们市委的官员大概400多个人。那我查过，当时宁德大概有多大？大概跟台北市的人口差不多，200多万。你就知道，如果说我举个例，像现在这个蒋万安当市长，在台北市政府这些单位抓了400多个贪污的、受贿的，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强烈的在反抓这些东西？那市委书记是这个市的那个头，那他当副市长啊，什么都不是他是头。他当到这个总书记的时候，他又变成头了。他从上任到今天呢，到了2025年，去年的6月30号，打贪总共到目前为止查得到的，他总共抓了662.8万人。这个数字哦，你真的去查，你就知道，除以他们共产党的人数，他抓了6.6%的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在崛起的阶段哦，能力很重要。这时候谁哪个官员我能够怎么样带动这个经济，这个很重要。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富强了，你们还是这样子的话，会亡党亡国。所以他依在他的信念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我们共产党这些坏习惯给它根除掉。但是所有的因为你们没有待过军中，我知道军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连美国的将领都说军人是专制的，意思就我们不能讲民主，讲民主你就不要打仗了。是，所以他既然非常的专制，他就会变成底下是非常忠心。好比说我说，哎，华干很好，我升你当少将，你就少将。这个在别的单位都很难看到的。所以在军中就是大家都变成非常的忠心，那个忠的程度就是军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忠，你要忠于我，即使我在做坏事，你要忠于我。结果到后来就变，我觉得军中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一个上将、中将他权力太大，他的薪水太少，就是我轻轻松松我可以决定这个几百亿的案子给谁，但是我的一个月月薪可能只有，好比说以台币来讲是14万、15万。相对来讲非常的少。我在海军总部的时候，我管过一个100多亿的案子，是我在写预算，我才少校那时候而已。就军中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诱惑会很大。那你一旦诱惑了一个3个人诱惑，你知道不是他，都系统性的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一路下去，所以一抓就是一串，一抓就是一串。这次习近平就是决心要抓，所以抓了这么多的人。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抓了很多人，他们想要说推翻习近平呢？或许会有这种念头，并非不可能。现在我们都被抓了，私底下一讲话都在抱怨，那我们是不是能怎么样？但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我以前一直认为说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你要把它分开来看。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有一次跟好几个这些专家讲，中国就是共产党。你把党国分开，那是你不了解他们的制度。是，他就是党指挥军。对。你根本不可能掉过头去指挥党，而且党它这最大的就是7个叫做
中央常务委员，这7个人里面有习近平的4个人，他大权牢牢在握，想推翻他，我这样除非他脑袋不清楚，你说什么又来了一个谁把他救走，我真的不信。好，一方面有一个说法说张幼霞是涉贪，所以现在落马，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有其他的传闻，我们继续要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是说他的落马原因是不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威胁到了领导者？等一下一起来做关注。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首席记者，这一位叫做魏梅林，他也做了许多篇的独家报道，他也解析为什么他落马。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他说呢，向美国泄露了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核武计划，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中共内部调查说，这是第二个原因，说因为他提拔了中国大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换取这些巨额的贿赂，这是第二个原因。但是《华尔街日报》又有另外一个分析，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说呢，对照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习近平感受到威胁，因为他功高震主，而他特别《华尔街日报》也举例，当年这个直接对照张幼霞的倒台是对照50多年前的毛泽东跟林彪的这个决裂，两起事件都是最高领导人把他们的2把手给扣下扳机，是不是这样子？干哥怎么看？我非常同意舰长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军委会里面，你很难说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人人自危了，大家要不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嘛？推翻对我们有威胁的人，那就是最高领导。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的小。为什么？因为中国就是中共的这个体制，它是一贯的，它永远是一贯的。今天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那你说真的产生了一些调动上或是一些讯息上的动乱的话，我告诉你，就算中国的讯息是再怎么封闭，它总比伊朗要开放吧？伊朗是死了多少人你都不知道，中国是你哪里死了人一定会被知道。为什么？因为消息会传出去。所以是像这样子的调动，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72小时了，对不对？那张幼霞他的以前的老伙伴们，照理讲的话，他有在任何的兵种或任何的军区，他一定都有他的老部下或是老长官等等。那为什么大家都还在观望呢？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其实习近平对于这个掌控力还是非常好的。其实从李尚福啊、何卫东啊等等这些苗华等等这些人中箭落马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看出端倪，说到最后会不会整肃到张幼霞的身上？因为张幼霞这个人，他真的说一句实在话，这让连中情局都很讶异。为什么？因为张幼霞的爸跟习近平的爸，两个人的老爸都是好朋友，那是绝对的红，那是绝对的。我跟你讲，根正苗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而且老实讲，张幼霞他是真正的实战经验是什么？韩战太早了，不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他是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我们是这样讲，对于中国来讲，那叫惩越战争，惩罚越南人民共和国啊，惩越战争。他在前线，他指挥炮兵。那时候中国的炮兵还算是这样讲好了，152mm 炮还算蛮原始的。他指挥得当啊，所以我今天老实讲一句，他是真正具有对外作战经验的将领。那你说，其实这个战争不标准，对，没有错。但是他知道什么叫做打仗。对，像这样的人，对于习近平而言，如果你今天要武力犯台的话，你会提供很多很好意见。就像他们两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就穿同一条裤子长大，怎么会连他都拔起来了？所以外面就有一种讲法，记得毛泽东怎么对付林彪吗？林彪后来在内蒙古上空飞机失事坠毁，非常多的传说。为什么他飞到内蒙古他就掉下去了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是任何各种其他的形式呢？所以大家就一直很怀疑，就是是不是毛泽东下令的？其实老实讲，就是历史的这个公案还待后世去查。但问题是他也另外举例到一个什么？比如说毛泽东跟林彪就很像蒋中正跟孙立人而已，只是孙立人将军没有被处决。但是以孙立人当时跟美国之间的来往以旧时代的眼光来看，这已经是背叛我是谁？
我是最高领导人，我是蒋中正，我是蒋介石，你背叛我，那个下场都不用再讲了。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说张又侠他被立案调查，但是他没有被免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被立案调查，但他没有像一般来讲，我们对于高官都是双规嘛，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你要做出一定的交代，那个叫双规。没有，他现在只是立案调查他啊。那所以那个你会觉得说刘振立也是啊，就是说这两个人是被调查，而没有真正的那个怎么讲，就是说拔掉他的官。所以我认为其实报道说他功高震主，我相信也是。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法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挟持你，就叫做叛变，就是说张又侠对习近平这样讲，我觉得那个叫什么？那要言情小说看太多哈，你自己编故事编出来的，不，那谁能够接近他们两个人讲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叫小说嘛。我认为张又侠可能在某些地方来讲，他的行事作风以及他的态度，他会比较坚持啊，比较坚持。那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互动哈。可能不若下级对上级那样，因此而导致了这次被调查。我觉得习近平就算是他今天拔掉了已经超过100位将领了，但是你以为共军就失了他的指挥灵魂跟中枢吗？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年轻的有多少在培养呢？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我不认为共军会处于真空期，这是最重要的。好，那确实哦，卢干哥帮我们看到了这一起案件到现在还是立案调查，张又侠还没有被免职哦。不过呢，有一位前官员他认为他希望说张又侠不要有事情啦。他是这一位是前美国国防部的负责中国台湾的一位事务科长，他叫做唐安族。原因是什么？他是这样讲的。如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他提到说呢，张又侠他过去曾经参与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的共军将领，所以他知道解放军的强项跟弱点在哪里。这是第一个他做的分析。第二个他的分析还有就是他认为张又侠是现役的解放军将领当中唯一能够针对解放军的实力跟弱点向习近平提供最客观建议的人。他认为如果中央军委里面没有张又侠，那么可能会造成误判风险。尤其现在地缘政治的紧张之下，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有关于未来美中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因此升高，对于解放军后续的影响，聂老师又怎么解读？对，你刚刚思敏提到这个唐安族，请问唐安族身份到底是什么？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台湾、中国还有各事务的一个这个美国官员，请问他讲的意义，他不希望有什么意义？他的不希望跟大陆的不希望或者希望是两回事。我必须说明，他讲到的优秀、最优秀、最客观，能够看清弱点，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办法忠心护主，这个才是重点嘛。忠心忠诚对这个最主要的核心才是重点嘛。这个讲这个都不需要谈。但我必须说，我们的这个大陆真的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知道从这个明初以来啊，叫军党政，以前军阀执政，西方也是一样，麦克阿瑟啊，这个或者这个艾森豪都是哇，大家对这个呼声最高的，总统都不算什么，那个军党政。可是过一阵子，有的国家变党政军。党军政、党政军都有，但党军那现在军已经没有什么，现在一定是党政军或者政党军了。但台湾当然一路走来就是这个军党政，这个党军大家合起来叫政在最差，但现在变成军党政之后，到现在是政党军，完全变成了政治为首。可是我们的对岸还是以党为主，所以党只有一个党维稳，他必须要维稳他的时候，他必须要让他所有在旁边要有很忠心的一种这个维护核心这个团队的一种力量。我先讲一下，各位不知道前一阵子有没有去注意到？假设你也注意这种新闻，早就太多的讯息在讲张又侠要叛变，有看过吧？多少张又侠叛变的新闻？请问这个讯息有没有风有没有浪？绝对会有一些。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就算没有那么反对习近平，他也很想做他想要做的位置，或者他觉得习近平你没有什么，我以前多厉害，30岁我就在越战，对不对？就维稳了这个越战的整个军事，我那么有经验，就像唐安族讲的。可重点来了，你越是自以为大，越是这样，你就威胁到我的一种这个核心的力量。你想想看，朱元璋是不是也是这样？刚刚讲了一个很有道理的我当时也是刚开始我也是讲这一块，蒋介石和孙立人的事件，各位去想一想，绝对有点类似。我就住在孙立人旁边，我就在古亭站附近。
我的车子常就停在了一带，我常到这个叫陆军总部嘛，常去那边上个花或吃个饭。我要讲一下孙立人的故事，我还蛮清楚，因为这个人我欣赏，在美国这个对不对？这个军事学校受训过，他是有一个美国底气的，是美国人最欣赏的，最喜欢可以沟通。那当然，虽然蒋介石是军头，可是你知道孙立人可能最能够符合美国的底气，以及还有一个文的，你知道吗？那个文都快跑掉了，我不要讲谁，就孙立人的确有威吓到蒋介石当时的一个核心力量，但重点是孙立人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比较不会出事，他甚至都直接就表白了，说的确有这种事，所以他会被兵弄到台中，这是有原因的。他骂过蒋介石吗？没有，他也知道真正主啊，真正在台湾的主就是蒋介石来这边，我们要尊重他。可是美国一直希望我取代，他就很两难。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到底他有没有做这？您刚谈到3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啦，泄露中国核武。你这个怎么可能呢？你这个将领要泄露中国核武，你这个已经太这个议题有点太过之，这可以杀头了。第二个，我觉得就有可能他因为为了钱，大家为利益嘛。李尚福这个位阶这么高，当我这是我猜的啦哈，不一定是。哎，你来我就巨额贿赂，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以人性是有可能的。一个军人，你刚刚谁讲的薪水也很低，有没有？他有想要拿了一点或贿赂。而且他讲巨额贿赂，表示一定有贿赂。第3个，我觉得就最主要的功高震主，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现在讲到一个，但你要知道，中共维稳它的核心力量，它是一个惯性必然的程序。那刚讲到这个毛泽东林彪，那是那个年代啦，你可以置对方于死，就像朱元璋以他的所有大将，只要不服从，全部杀了，这是过去。但是呢，这个你不管要虚有或莫须有罪名，最少要有罪名。即便是莫须有，你要有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认知战一堆嘛，要认知解读认为是合理，你就要师出有名。现在重点是你会被这样子，包括不止他哦，3大第1大军委，对不对？第2副主席，第3个还有一个联合参谋的什么参谋长刘振立。2、3都拿掉，请问一下什么原因？我觉得就是可能中心不够，但是必须要师出有名。那假设你将来之前有贿赂，就有贿赂，这就是一个名了。假设就算没有制造一个讯息，也有可能的。大家都知道情报局可以做假讯息，那 CIA 可以，我讲对岸国安会也有可能。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后还是一个中心的问题了。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